亲生兄弟把亲姐姐送上绝路，丈夫认定小舅子是杀人凶手，小舅子却喊冤说姐夫才是真凶。究竟谁在撒谎？今天讲的这个案子发生在一个名叫永安县的地方。曾杰的妻子甘氏因为母亲生病回娘家探望，过了几天，曾杰这边要办寿宴，派人催妻子回家，岳母不放心，让儿子甘上去送。结果走到离曾家只剩5里地的地方，小舅子借口母亲肚子疼，竟然半路折返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短短5里路让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一场离奇的悬案就此拉开帷幕。我们把时间倒回甘氏失踪的那天，当时甘上对姐姐说，前面路已经很近了，你自己回去行不行？甘氏心疼老母亲，就让弟弟回去了。一个孤身女子走在荒郊野外，心里难免发毛。就在甘氏迷路打转的时候，迎面走来2个和尚。这2个和尚主动上前搭话，问他要去哪里。甘氏一听对方也是去曾家庄附近化缘，立马放下了戒心。他根本不知道这2个恶徒早就盯上了他。和尚借口大路不好走，把甘氏引向了一条偏僻的小道。没走多远，前面出现了一座古寺。甘氏觉得不对劲，说自己以前走亲戚从来没见过这座庙。和尚信誓旦旦地保证绝对没走错，还热情地邀请他进寺庙里歇歇脚。甘氏连连摆手拒绝，想要转身离开。可这时候哪里还由得着他？2个和尚突然变了脸，强行把甘氏拽进了寺庙大门。随着沉重的寺庙大门缓缓关上，甘氏彻底陷入了深渊。这根本是一座藏污纳垢的魔窟，周围安静的可怕，连求救的声音都传不出去。到了庙里，2个和尚立马露出了真面目。他们把甘氏关在僧房里，百般凌辱，事后还假惺惺地放他走，指着一条路说那就是曾家庄。甘氏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和尚破口大骂，说回去一定要让丈夫去官府告状，绝不放过他们。这句话彻底激起了和尚的杀心。2个恶僧一合计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甘氏又拖了回去，每夜轮流摧残，白天装模作样念经，晚上就化身为禽兽。就这样过了1个多月，甘氏受尽折磨，染上了重病。2个和尚看他快不行了，心里开始盘算，寺庙里平时也有香客来往，留着他容易惹祸上身。为了永绝后患，他们在一个夜晚用绳子死死勒住了甘氏的脖子。可怜的甘氏就这样含恨而终。作案后，他们趁着夜色掩护，把尸体偷偷埋在了后园的一棵枯死的梨树下面，自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继续当他们的太平和尚。视线回到曾杰这边，迟迟不见妻子回来，曾杰亲自跑到岳母家要人。岳母说早就让儿子送回去了。曾杰质问小舅子甘上，甘上振振有词，说姐姐自己认识路，分明是姐夫把姐姐害了，还跑来赖账。2家人大吵一架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最后直接闹到了县衙。县太爷也是个糊涂官，审了半天，2边都咬死不认。这大路朝天，连个确凿的证据都没有，县太爷干脆把2个人都关进了大牢。大半年过去了，案子成了死胡同。这时候新任大巡韩邦玉来到了永安县，曾杰趁机跑去喊冤。韩大人仔细询问了路线，曾杰提到大路旁边大约3里地有一座高养寺，但他去问过，和尚都说没见过女人。韩大人一听，心里有了计较。荒郊野外的孤寺平时少有人迹，这里面绝对有大问题。
但他没有直接派兵搜查，因为如果和尚抵死不认，又找不到尸体，只会打草惊蛇。韩大人决定放长线钓大鱼。韩大人故意驳回了曾杰的状纸。第二天，他找了个极小的借口，把身边最得力、最机灵的门子唐华狠狠打了一顿板子，赶出了衙门。唐华心领神会，一路跑到高养寺，吵着要剃度出家。高养寺的住持真聪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标致又伶俐懂事，竟然毫无防备地收他做了徒弟。唐华极其聪明，小心谨慎，一心伺候住持，很快就成了住持最偏爱的身边人。没过几天，韩大人带着一批官员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高养寺。寺庙里赶紧摆酒设宴，韩大人坐在大堂上和各位官员畅饮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寺庙里点上了蜡烛。就在此时，案台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、满身污垢的人影。这个人一言不发，直挺挺地跪在地上，高高举起一张状纸。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，在场的官员全都惊疑不定。韩大人面不改色，命人把状纸接上来。他在灯下大声朗读起来。状纸里清清楚楚地写着：妇人干氏被真聪、真慧两个凶僧骗进寺庙，强行凌辱，最后在夜里被勒死，尸体就埋在后园枯梨树下。今天特地来申冤。韩大人读完勃然大怒，可是旁边的高道和武道两位大人凑过来一看，顿时心生疑惑，那明明就是一张什么都没写的白纸，根本就没有字。两位大人十分诧异，说这只是一张白纸。韩大人故意装出震惊的样子，大喊果真是白纸，这太奇怪了。他马上派人去外面找那个递状纸的人，手下人跑回来报告，说那个人刚送完状纸就化作一阵风不见了。这一下整个寺庙彻底炸锅了，上百个随从面面相觑，大家纷纷议论。所有人都深信不疑，这就是鬼魂亲自来告状了。全都是韩大人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。他早就从卧底唐华那里摸清了真相，为了掩护唐华，故意弄了一张白纸，假装鬼魂申冤。韩大人见火候到了，立刻下令，所有人拿着锄头，一同前往后园枯树下勘验。一大群人涌入后园，由于梨树太多，难以辨认。只见唐华在一棵梨树边站着，韩大人心领神会，直接指着那棵树下令挖掘。众人向下挖了3-4尺深，泥土里果然露出了草席的边缘。大家小心翼翼地把草席掀开，里面赫然躺着一具女尸。由于裹在草席里，尸身居然没有腐烂，脖子上的勒痕清晰可见，铁证如山，再也容不得狡辩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对韩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觉得他简直就是活着的城隍爷。真聪和真慧这两个平日里满嘴慈悲的恶魔，看到尸体的瞬间彻底崩溃，双双叩头认罪。案件真相大白，韩大人当场宣判，将两个凶恶的僧人诛杀，以告慰甘氏的在天之灵。消息传回永安县，曾杰和甘尚这对被冤枉的姐夫和小舅子终于重获自由，被释放出来。至于那个立下大功的卧底唐华，重新蓄起长发，同韩大人一起进京去了。直到后来才有人渐渐反应过来，那天晚上递交白纸状纸的神秘影子其实就是唐华假扮的。韩大人处理这起奇案可以说是深谙人性，他不用严刑逼供，单凭一张白纸就击溃了作恶者的心理防线。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再隐蔽的罪行
终究会留下蛛丝马迹。那些披着伪善外衣的恶徒，早晚会暴露出真实的嘴脸。枯梨树下的被害者最终等到了真相大白，而这出白纸诉冤的智斗大戏，也展现了极其精妙的探案智慧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说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